大家好，欢迎观看本期视频。你知道吗？新加坡连续3年在钱德勒良好政府指数中排名榜首，让丹麦、瑞典这样的国家都望尘莫及。新加坡不仅仅拿下了领导力与远见、国家机构能力和市场吸引力这3项第一，甚至还在民生改善领域实现了重大突破。为什么新加坡政府效率能连续3年霸榜世界第一？在过去3年，世界上超过一半的国家治理退步，财政恶化，社会撕裂，而新加坡却反向拉开差距。在一个全球普遍变糟的时代里，新加坡却变得更稳、更强、更受信任。在世界最混乱的时期，新加坡仍然是一个高度可预期、高度可靠、高度稳定的国家。那么这份榜单究竟告诉了我们什么？新加坡为什么能在7大指标里拿下4项世界第一？背后体现了怎样的治理逻辑？接下来我们一起揭晓了。新加坡之所以能在7大指标中拿下4项第一，靠的不是规模，而是体系，是政府长期累积的战略能力，尤其在领导力与远见、机构能力、市场吸引力、民生改善这4个领域，新加坡展现出全球最独特的优势。首先是领导力与远见。新加坡从来不是按选票周期做决策，而是按10年、20年甚至30年的时间轴来规划。无论是经济结构转型、人口政策、基础设施建设，还是人工智能与绿色能源布局，新加坡的每一项政策都可以串联成一条清晰的国家路径。其次是国家机构能力，也就是执行力。新加坡从公共服务、跨部门协调、数据治理到政策迭代速度，每一个环节都体现专业性与高度一致性。第三是市场吸引力，外资为什么来？不是为了低税，而是为了稳定、透明、可预期。新加坡之所以能成为亚洲总部中心，是因为政府的可靠性本身就是一种经济价值。最后是民生改善，从安全医疗到教育再到公共服务，新加坡的优势是每个居民都能亲自感受到的，这也形成社会信任的基础。那么在全世界大多数国家都在倒退的时刻，新加坡的治理为什么仍能持续进步？钱德勒治理报告里，超过120个国家中，有近一半都在退步。这不是局部现象，而是一种全球性恶化趋势。但就在这样的背景下，新加坡却连续3年稳居世界第一，甚至整体分数还在进一步上升。更关键的是，新加坡的进步不是靠某一项突增，而是多项指标同时维持高位与上升。这种表现对外释放的信号非常清晰。全球越乱，新加坡越显得值得信赖。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反向升级？有3个关键原因。第一，新加坡的政策体系是长期主义的，面对动荡不会急着修修补补，而是按既定路线调整优化。第二，新加坡财政纪律强，不会像许多国家那样因迎合民粹而不断扩大赤字。第三，新加坡社会高度稳定，没有政治激化带来的行政瘫痪或政策摇摆。你可能想问，这份冠军榜单对新加坡未来到底意味着什么？连续3年全球第一，不是为了炫耀，也不是为了排名本身，而是反映了一个关键现实。新加坡的国家竞争力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，信任溢价阶段。在全球动荡时，国家能不能吸引企业与人才，看的不是面积大不大，资源多不多，而是你能不能被信任。而新加坡恰恰在最重要的部分，制度深化、执行力、公共服务、政策可信度、社会稳定全部保持领先。这让新加坡在未来10年会有4个明显优势：更容易吸引跨国总部，更具吸引力的高净值人士与人才流入，更强的国际影响力，以及更稳定的社会与民心。当世界越来越不可预测，新加坡的制度优势就会变得越来越稀缺，越来越值钱。如果你喜欢这条视频，请为我们点赞、转发、分享给你的家人和朋友。
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打开小铃铛，感谢观看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